晚睡到症候群在日常生活的影响呢，除了手掌的这些麻的状况，在做吹油门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没有力气吹油门，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呢，会很麻很胀，然后痛醒，肌肉如果都有一些萎缩，可能连开瓶盖的这个拧的这个动作都做不到。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，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手外科医师张仲胜。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呢，会有一些手掌的麻刺或者是酸麻的感觉，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做这样的检查，把手背贴手背，然后这样紧紧夹着，夹个30秒到1分钟。如果夹的过程中呢，你发现麻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，那你很有可能就是得了晚睡到症候群。晚睡到在手腕的这个腕骨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骨头形成一个隧道，上面有一条横腕韧带，那在穿过其中的呢，有9条屈指的肌腱，还有1条正中神经。所以当抓握的动作比较多，或者是这个方向的用力比较多，就可能会让神经的产生一些压迫，然后就会造成这个神经所支配的这些感觉感到麻木，或者是它所支配的运动神经没有力气。好发的族群呢，包括常常需要打字用滑鼠的上班族，如果是厨师或是餐饮业需要反复做处理食材，例如说揉面团的动作，然后再来还有像外送员啊，他可能常常要骑车，要一直做抓握着油门这样子的动作，或者家庭主妇在打扫啊，或者是洗锅碗瓢盆的时候，都需要用到很多手指的抓握动作，这些状况都有可能会过度的使用我们屈指的这些肌腱，那就导致正中神经受到压迫。那对于会半夜的时候呢，会痛醒，因为胀啊，或者是痛啊，或者是很麻，像电到的感觉，因此而睡到一半痛醒，这种状况表示已经有了一定的严重程度，可能上述的这些疼痛状况都会有发生。晚睡到症候群的保守治疗大概有包含4项。第一个呢是可以做一些拉伸复健，第二个呢是用一些辅具用手托板来做保护，那第三个呢是可以注射 B12 注射治疗，第四个是用 PRP 的注射治疗。拉伸复健的话呢，就是从手掌的方向，然后往手背这样子施力，会感觉到这边肌肉筋就比较紧的感觉，可以拉松屈指肌腱还有正中神经。日常生活中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做，那或者是尤其你手特别觉得麻，这个时候呢就来多做一些拉伸的复健。那在辅具的这个的保护啊，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屈指肌腱的力量会比较强，所以睡觉的时候手腕都会往手掌这侧弯曲。那我们可以带一个手托板，让手掌固定朝手背的方向做一些伸展，那这样固定住可以让正中神经比较放松，以免说你睡觉的时候可能有7-8个钟头的时间，正中神经都还在受压迫。B12 的注射治疗的部分啊，就是我们先用超音波检查晚睡到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正中神经它被因为压迫啊，造成它有一些发炎的状况。那我们在超音波导演之下呢，把 B12 就是注射在正中神经的旁边。那光是做这个注射的效果，就会有一个 hydrodissection 的功能，它会把这个神经旁边做一个解套，然后在 B12 也有一些神经修复的一些功能。关于增生治疗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把 PRP 或是其他的血小板制剂注射在晚睡道里面，借由它的增生治疗的这个功能，结线组织修复、血管增生、加强循环、减缓神经病变的疼痛。在论文里面是说 PRP 它治疗晚睡道症候群，在长期来看效果是止痛啊、消炎的效果是比类固醇更好的。请问在临床上，就是打完你刚刚说的增生治疗之后，大概要多久才会觉得有效果？关于就是 hydrodissection 这样的部分，打完可能就会觉得就比较不麻，比较松。再来就是它神经修复啊，然后增加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的这个血管再生，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慢慢发挥它的功能。施作完之后，术后要怎么保养呢？施作完之后就其他的保守治疗还是可以一起搭配着做，像拉伸的复健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使用手托板保护。越是严重的病人，就越是应该要把每一个保守治疗都一起搭配一起做。
对于就是保守治疗，也许做了半年啊，做了好几个月，觉得进步有限，或者是还是很不舒服，还是很困扰，也有可能说你的麻跟痛，或者是半夜痛醒的这个状况实在是太常发生，你不想要再等保守治疗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用手术来做松解。腕隧道的松解手术呢，就是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个腕隧道的上面有一条横腕韧带，这个横腕韧带我们可以用微创的方法，从这个地方，从手腕的地方开的1公分左右的伤口，然后把这个钩刀在超音波导引之下呢，进到腕隧道里面去，把这个横腕韧带把它从中间把它割断。那割断之后，正中神经就会放松非常多。那很多麻的症状啊，就会渐渐改善。那做完手术之后，基本上效果是如何？就是得到的回馈是什么？首先松完之后，晚上麻醒啊、胀醒、很痛的这个状况就会改善非常多。那手指有一点麻木的感觉，可能要等神经从腕隧道这个地方可能压迫太久，神经慢慢修复、慢慢恢复长回来，可能会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。所以这个基本手术是一定有效的。对，一定有效。对于这种微创的啦，大概就是只有那种很严重糖尿病啊，有可能复发，不然大部分都是开完就马上就松了。很多病人都表示晚上就不太会再被酸啊、麻、很胀的感觉痛醒，那就可以一笑到天亮。再次呼吁，如果有手掌这样子麻的症状，怀疑是腕隧道症候群，那就可以尽速来找我们帮你处理治疗。如果拖太久，可能会导致肌肉变得没有力气啊，可能会有肌肉萎缩的症状。那我们不管是保守治疗到手术治疗，都可以帮你安排跟处理。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联络我们，让我们帮你找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。欢迎追踪、按赞、订阅，让我们分享更多的医疗新知给您。